怪兽醒了！醒了，还以为你死了。我回来了，陆家村是他们3个，这是我的前妻。我陆远舟就是个畜生，从今天起，我的命是你们的，你们可以不用信我，只用看我接下来怎么做。好听的说完了，今天拿不出粮，我都可以跳河了。你继续做你的白日梦。沈清河，老大，给我生的大宝，因为没钱治病，最后是我最亏欠的人。陆家那二六子又在作妖，保准是祖坟埋歪了，真准备打算饿死一大家子呢。天黑前，我带吃的回来。这是进山了，好像真去了。别演了，狗改不了吃屎，你混了半辈子能改？3个女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被这么个东西骗，造孽哟！我欠他们的，今天必须还。不要命了！站住别动！站住别动！这头野猪去年咬死过2个人，县里来了一队人都拿他没办法。你找死！别拉我给你收尸！老李说，往后站。这手法比打虎队都熟练，你跟谁学的？等有时间再给您细说。老李叔，借你架子车一用。多久了？3个时辰了。山脚好像有人，2个人推着车。这是野猪！远州啊，你爹死得早，大伯就算你半个爹，这肉合情合理应该分我办事儿吧？这二六子不会是被山里什么东西给附身了吧？上哪儿偷的野猪？可不是嘛！之前不知道上哪儿骗了3个黄花大闺女回来，天天犯浑，不管不顾的。可别瞎说，林红娇和苏雪宁都是他收留下来的可怜人。可怜人是馋人家吧？陆耀祖，你要脸不要？这是我男人拿命换来的猪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我今天跟他拼命！站后面，看好二丫。我爸走的那一年，你抢走我家2亩地和300斤救济粮。腊月23，把我们娘几个赶出门。今天当着全村的面，你说你是我半个亲爹，想要肉拿钱买，拿不出钱就给我滚远点！爹，这肉真是咱的？是，而且有爹在，往后想吃多少有多少。回去镇上找豹哥，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二溜子。就是这个大哥哥，之前还抢我们糖呢。手要稳，撑杆平了就行。谁不会？我自己来。大宝，说。爹，你今天不走了吧？之前犯浑，每次拿到钱就消失几天，然后醉醺醺回来摔东西打人，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犯的什么浑。不走了，以后哪儿都不去，就在家。还真的弄了头野猪。这辈子说什么都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。去年娘病重，柱子偷偷送来半碗小米，还有铁蛋他爹借钱给我家买过药，还有二狗。柱子，接着！远州哥，这太贵重了，我娘病了半年没闻过肉味了。你自己还没吃，他们当年帮过咱，这恩不能忘。他记得，连这个都记得。
他是真转性了。哪个小周啊？您老免开尊口。这死鬼倒是记仇记得清清楚楚。记得仇才能记得恩，他好像不糊涂了。大宝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大的？爹不在家的时候，我是男子汉，二丫和三娃要多吃，大哥就要有大哥的样子。以后这个家，你是第2个男子汉，第1个是我。爹，这肉比我做梦吃的还香，真的。这个曾经让我恨到骨子里的男人，好像真的有一点改变。妈妈，爹好。远州哥，自家人客气啥？给我盛一碗，我再给俺爹带点回去。陆艳艳，你要点脸！你爹白天刚带人堵门抢猪，晚上你就来蹭肉，你们老陆家厂房的脸是铁打的。红娇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。陆远州，你放狗咬亲戚，你不怕遭报应？这狗认人，专咬，不要脸。你要不走，它会送你到巷口。好狗，比你主人认人。你以前没这么厉害，观察了好几天，以前那个陆远州只会欺负比他更弱的人，遇到比他横的王婆子陆金田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你也不会这样对自己的。这个男人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你是去黑市，黑市有地头蛇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？别担心，没问题。进去吧，外面凉，你肺不好。以前他一定会说管你什么事，这次怎么？新来的不懂规矩，这肉5块，我全收了，省你麻烦。你今天拿不到肉，没法回交差，市场价2倍收，你净赔1半。不做，我推隔壁巷子去，那边也有人收。你不是普通猎户，你叫什么？陆远州，陆家村的。给我查。油盐酱醋去左边，这是高级柜台，摸坏了你。同志，好的，同志，您随便挑，同志。3件小棉袄，3罐麦乳精，2盒大白兔奶糖，还有雪花膏和1台收音机。穿补丁衣服的大老板，这可真稀罕。哇，大白兔奶糖！来，1人1粒，自己拿。爹，糖真是甜的，我以前以为糖是苦的，跟药一样苦。爹，爹变好了，真的变好了。二丫，你个没良心的，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？爹爹也吃，爹爹不吃，宝宝不吃。这是刚赚的钱，这是你拿命换的，你不留点儿？1分不剩。往后这个家每1分收入都归你们3个管，我只要一件事，你们和孩子吃饱穿暖。你说清楚！120块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偷了、抢了、赌博了？走，跟我去大队说清楚。报革收据：野猪肉82斤，黑市价1块5一斤，供销社商品合计花了21块，这是剩的102块，清河你管家用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别省。孩子们在长身体，红椒你攒着，以后二丫上学1个都不能少。缝纫机我答应你了，下一趟去县里就拉回来。雪宁你拿着调养，你的肺病不能再拖了。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县医院。我那4分地今年收的苞米卖了12块，洗衣上攒了8块5，都在这里了。买缝纫机，钱要是不够，用我的。这是我爸给我的，我留着没用，你带着，有危险吹一下，山里声音传得远。这是苏雪宁刚认识我时3年来第一次提起她的家人，也是她第一次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我。明天一早，3位族老堵门，这回我要把他的老宅2亩地全拿回来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。陆远州，你爹死得早，按族规你大伯替你爹做主，今天必须把家分了，老宅和2亩地归长房。来，我看今天谁敢进这个门。一个女人家舞刀弄枪，成何体统？陆家的事儿轮不到你插嘴。行，分家可以，先还一样东西。今借到陆远州家救济粮300斤，10年内还清，
借款人陆金财，上面有他的手印儿。300斤粮，按30年利滚利，连本带息642块3，拿来，立刻分家。你们替他做主，这笔债你们是不是也替他还？陆金财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当年你抢孤儿寡母的救济粮，还有脸找我们来主持公道？滚出组里去！去镇上找志文，叫豹哥来收拾他们。陆远洲，有人举报你私售野味，扰乱市场秩序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就说嘛，他哪来的钱？这下好了，蹲大牢去吧！3个女人瞎了眼，那是陆金财诬告。他昨天逼分家没得成，今天就来报复。同志，这是我的供销社供货协议，还有县食品公司盖章的采购回支。我的货走公家渠道，价格是公家定的，有公家手续就不算违规。同志，对不住，是我们没核实清楚。举报人我们会批评教育。同志，举报我的陆金财，昨天带祖老上门逼分家被赶出去，今早又来举报，这事儿您2位心里有个数就行。王婶儿，别走啊！你不是要看热闹吗？好好看。以后这把刀放你屋里，谁敢闯进来，你就拿着它保护自己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放开我！我可是你大伯！哼，放火烧我家柴房的好大伯！柴房着火了，大家快来救火！强占财产、诬告陷害、蓄意报复，3罪并罚。今天全村人作证，我陆远洲跟他陆金财恩断义绝。叫志文回来，快叫他去找豹哥，让豹哥带那个小崽子。没事了，柴房明天我修。你早知道他今晚会来。这种人一次弄不死你，就会来第2次。我只是提前等了他。远洲啊，以前王婶嘴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这鸡蛋你收着，乡里乡亲的。王婶儿，鸡蛋拿回去。当年你往我病重的娘门口泼脏水时，怎么不提乡里乡亲？想跟我干的，规矩2条：一，不养闲人，爱劳分配，多干多得；二，不许偷奸耍滑，谁在背后捅刀子，陆金财就是下场。哥，我跟你干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，也算我一个，我跑腿快，到时候多分我。你上个月偷了王婆子家3只鸡，前天摸了我家鸡窝，去年偷过柱子家的苞米，这号人我的队伍不收。从今天起，我吃肉你们吃肉，我喝汤你们喝汤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。谁家有困难先跟我说，不许自己扛。苏宁雪晕倒了，嘴角有血。远洲，我不想死，三娃还小，没了我他怎么办？我不想把他一个人留下。三娃不怕，爹去给妈妈找药，你在这里陪着妈妈，好不好？肺病拖太久了，至少要3、5年好药好食调养。得有野山参调元气，普通药材不顶用，但野山参的价，前世听一个老生客提过，黑匣子岭深处老林子里出过100年野山参。我也去，我能帮你瞅着林子的动静，背东西，绝不乱跑添乱。你行，但是进山后必须要听我的命令。行，周哥，我全听你的。哥，这是护身蛇，碰了全家要倒大碎的，咱走吧，求你了。至少150年，省城同仁堂都不一定有这成色。掌柜的，天都黑了，等我明天去，参就姓别人了。1500，小兄弟，我出1500，现金马上点。我出1800，我先来的，讲个先来后到，价高者得。你讲先来后到，去菜市场讲2200、2500、2800，你，罢了，没有问题。
我收身收了40年，第一次见到这个成色，150末年，身躯完整，炉头密实。这根参拿到省城同仁堂，3000都是贱卖呀！走，存钱，然后带雪宁去县医院。我有话跟你说。沈清寒给你洗衣裳缝扣子，苏雪脸病了，你担心的都在床边守一整夜。我呢，我连句话都跟你说不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用？你个混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泼辣不找你待见？这个家少了谁都不行。等我从县里回来，给你带一台缝纫机，蝴蝶牌的。等我。谁稀罕？缝纫机那么贵，你又乱花钱。这个家现在不差一台缝纫机，而且你放心，以后会越来越好，我保证。你知道二丫跟邻居小孩打架了吗？人家骂他爹是二溜子，他打了人家，自己也哭了一下午。以前别人骂你，我不在乎，现在他们骂你，我……从今天起，谁再说我是二溜子，你让他来找我，你不用动手，我来。行了，赶紧去县里，磨磨蹭蹭的天都要黑了，记得带缝纫机回来，少一个螺丝我跟你没完。哎，这是高级柜台，油盐酱醋去左边，摸脏了赔不起，乡巴佬看看就行了，别上手。看什么看？说的就是你们，买不起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这柜台你弄脏了，我擦半天。这一排的确来雪花膏、收音机全给我包起来，3件吸棉袄、3罐麦乳精也一并包了。同志，对不住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您稍等，马上给您包。您喝茶，我给您倒水。原来我还能这样穿。同志，您稍等，主任。陆同志，经核实，您此次存入3200元，账户余额合计13200元。您是我县第一位个人万元户，恭喜您。远州，你真的变了，你变好了。下次来，改成联名账户，大家都能用。这是咱家的钱，以后还会有第2章、第3章、第4章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陆家村最穷的女人，你们是陆家村最不能惹的女人。哥，这都是来报名的青壮。大家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。7年，爸妈找了你7年，要不是你们县那个万元户的新闻登了报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找不到了。这是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拍的，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。后来他跟那个知青跑了，我爸气的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上划了。他一个人带着3娃等了他3年，后来大雪天里，我看他娘俩在街上，就收留了他娘俩。我知道你出了名的臭，虽然听说你变了，但你有几个女人我管不着。她是我妹妹，我就问一句，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她在学认字，她画的账本格式比我见过所有的会计都好。她手绘了一张松花江的水文图，连水利站的老技术员都夸。我明天一早回省城，我爸妈那边我先去说，但你记住，苏家的女儿不是没人管的，随时欢迎来查。这是我画的简易账本格式，日期、品名、数量、单价、经售人，以后每一笔进出都按这个记。你这本事，当年能上大学不是没道理的。明天进山收货，账本我来记，你只管带人。哥，咱回吧。去年公社20条枪都没打中这畜生，咱2个人……嘘。哥，咱跑吧，求你了。熊的短跑比人快3倍，你趴下，
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动。哥，你一个人杀了2头熊，起来，去村里叫人来抬，还有换条裤子。我这辈子跟定你了，我以后肯定听你的话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回去跟你娘说，今晚咱家吃肉。这个颜色，这个品相，我活了60多年，包了40多年的皮子，只在早年间老猎友的传说里听说过这种乌蓑皮，针毛不倒，底绒密不透风，整张皮没有一处刀伤，这是一张顶级的挂毯料。你们看这道疤，这是10几年前被老式猎枪打的，铁沙子还嵌在皮板里。这头熊中过枪活下来了，又长了10几年，它的皮子比普通熊厚3成，冬天零下40度都冻不透。我替方圆百里的老猎户们谢谢你。我们打了一辈子猎，谁也没见过这个成色的皮子。这一跪不是跪你，是跪这山，跪这手艺。你能把皮剥得这么完整，没糟践一点东西，山神爷不会怪罪你。孙大爷，这皮子你帮我长眼，帮我找买家。您是行家，我不信别人，只信您。卖了钱，咱们给村里建个卫生室，以后乡亲们看病别往镇上跑。陆老板，久仰，这熊肉熊掌我全要了。这张皮子你开价之前让我先摸一把。我在省城见过洋人外交官穿的熊皮大衣，真毛比这张差远了。这张皮子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帮你找省皮革公司的老师傅估价，不抽成。成交。熊肉熊掌按市价，皮子价出来再算。陆老板，以后有顶级山货直接打我电话，不用经过中间人，价钱比市场高1成，咱们可以长期合作。陆同志，上次13000已经是全县第一，这次3000块一存，总共16200元。你是咱县的财神爷呀！远州，你变好了，我不问你为什么变的，我只想你知道，不管以后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走了。以后这笔钱的用途你说了算，想修房子就修房子，想给孩子买书就买书，我负责挣钱，你负责花钱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就是要坐那辆拖拉机的副驾驶，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坐？因为我不跟你抢。你说让他坐还是我坐？先吃饭，天没亮就起来踩机器，你不晕谁晕？裙摆加一道荷叶边，二丫上回在百货大利看人家穿荷叶边裙子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荷叶边废布料多裁半尺就够，碎花布不够用蓝布拼，柜子里还有半块蓝布，颜色搭。二丫的裙子先做，小姑娘爱美，穿新裙子走路都带风。成了，今晚大宝回来试，不合适我连夜改。线脚比供销社卖的还密实，你这手艺不去镇上开个裁缝铺子可惜了。等这批衣裳做完，可以接外面的活了。隔壁王婶上个月就想给孙子做件棉袄，找不到人做。对呀，我这手艺不能白练。清河姐锁扣眼，雪宁量尺寸记账，我管裁和缝，咱们3个一条流水线。山木耳1等品1斤1块2，2等品9毛，野菰菰1等品1斤8毛。谁要是把泡了水的货当干货收，别怪我柱子不客气。远州哥说了，偷奸瓦华当天清退。哎呀呀，远州老弟，你这阵仗不小啊！我早说了你是个人才，老哥我没看走眼。远州啊，供销社想跟你签个长期合同，以后你的山货我们包销，价格按市场价走，你省心，我们省事儿。条件嘛，独家代理权，你的货不能再卖给别人。周主任，独家可以，但2个条件：一，抽成从15%压到5%；二，我保留直接跟省城农贸公司交易的权利。我的货品质您是知道的，您拿去翻倍卖，我不点破是给您面子。成交，你这个小路一点亏都不吃。我干了20年供销，头一回被一个年轻后生拿捏的死死的。
你那个堂兄陆耀祖这几天老在镇上豹哥的茶馆里泡着，听说他们要找曹老虎弄你，你当心。镇上豹哥的茶馆，他们要找曹老虎弄我。曹老虎是谁？我去把我哥叫来，我哥在镇上认识人。陆远洲同志，你这个收购站月流水多少带动了农户，带动利润率多少？报告刘处长，月流水目前3000元左右，带动周边4个村近50户农户上山采收，按劳分配，每人月均增收约20元。你们看看，个人承包、按劳分配、品控标准、利润率控制，这不是一个收购站，这是一个小型集体经济样板。回去我要写个专题报告。小陆，你跟别的人不一样，你不是靠力气吃饭的人，你是靠脑子吃饭的人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直接给省里写信。哥，刘铁全来了，豹哥手下的头号打手，带了5、6个人堵在村口桥头，说要见你。让他等着，我先回家吃口饭。清河中午蒸了馒头，不吃该凉了。哼，你就是陆远洲？哥让我带句话，你的收购站开1个月了，1分钱保护费没交。今天2件事，要么交钱，要么关门。我不交保护费，也不关门。有第3条路吗？有，我会把你从桥上扔下去。哟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！这样，保护费我不要了，你分我一个。回去告诉豹哥，想收保护费自己来，别派狗腿子。想碰我的女人，先准备好住院费。馒头凉了没？我饿了。你吓死我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怎么办？抱着你儿子，让他看看，他爹不是二流子。天凉了，山里风大，你明天进山穿上。棉鞋，我量了你的尺码，应该合脚。姜茶，你嗓子今天有点哑，少说点话。爹，你今天好厉害，我明天也要学打架，以后我帮你打。都别杵着了，我去煮点消息。清河姐，你帮我和面。苏雪宁去把三娃的鞋拿来，光脚踩地要着凉的。哥，山里货越来越少了，周边几个村的人也都在抢。原来一天能收50斤，现在20斤都费劲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黑匣子岭的东西能挖的差不多了，但江里的东西没人动过。从明天起，收货队分1半人去江边。远洲啊，松花江打鱼是天生天养，一条小船一网一网的捞，能捞多久？靠这个发财没戏。网眼大，小鱼苗全漏下去，只捞3斤以上的大鱼，一张网抵10张，不伤鱼苗，年年有余。赵大爷，麻烦您带人按图纸织网，3天之内我要看到成品。你小子鬼主意多，这张网要是真能捞着鱼，我请你喝酒。回来的正好，你明天进山交货带上。山里比村里冷，上次你回来冻得嘴唇发糊，清河姐念叨了好几天。远洲，我翻了县志和水利站的旧档案，画了张草图。江湾那段水深在3到5米之间，底质是沙泥，适合大网作业。雪宁，你这手笔不去水利局上班可惜了。我先把这个家管好再说。网眼比拳头还大，这要能捞着鱼，我倒着走回村。年轻人嘛，碰碰钉子就老实了。哥，水下有东西，好大的力气，不止1条。我打了40年鱼，一网最多捞过7、8条，这一网怕是有5、6、10条。这小子是江神附体了。哥，网底下还有一个好大的黑影，比刚才那些加起来都大。所有人放慢速度，分组轮换，绝不能拉断网。60年了，我活了60年，只在小时候见过1次这么大的鱼。那年闹饥荒，我爷爷说这条江里有江神，见到了是福气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。赵大爷，这网是您带人织的，没有您的网，我捞不到这条鱼。等您孙子长大了，让他来我的渔场上班。陆老板，这条鱼我要了，价格你开，我绝不还价。
陆同志，现水产公司愿意以高于市价2成的价格收购全部鱼货，我们有公家渠道，结算及时，信誉保证。我出高于市价3成，现款结算，1分不欠。我出3.5%，另外包你1个月的运输费。高于市价3成，全部鱼货包括那条大鱼。另外，国营饭店的供货合同1年1签，价格随行就运，不压款。陆老板，成交。那个赵经理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他每次来都盯着你看，你当心点儿，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他是看中了我的货，不是看中了我。我说的就是货，你以为我说什么？赵经理是聪明人，聪明人知道什么能碰，什么不能碰。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陆老板，我服了，女的鱼品质好，价格稳，送货上门，竞争不过。这是我剩下的客户名单，我愿意加入你的供货体系，给我一条活路。不用加入我，你的客户还是你的，我从我的货里分一部分给你，按批发价，你赚零售差价，我赚规模效益。怎么样？豹哥，那个陆远洲现在把全镇水产都垄断了，咱们的鱼卖不出去，兄弟们半个月没开张了，再不弄他，以后就没咱的活路了。曹爷说了，先别动他，他现在是省里挂了号的人，动他等于找死。不用动他本人，动他的货，船、网、仓库，总有防备不到的时候。哥，肯定是豹哥干的。让兄弟们把船修好，放出风去。就说后天晚上有一船鲜鱼要运往县城，价值至少3000块。哥，他们真会来。鱼饵都撒了，鱼不来那是鱼的问题，但陆耀祖这种人，闻到腥味一定会张嘴。不许动！所有人趴下！刘铁拳全招了，说是你指使的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我认栽。陆远洲同志协助公安机关破获破坏生产经营案，抓嫌疑人6人，为维护社会治安做出了突出贡献。经批准，特授予治安联防队员称号，并颁发奖金200元。所长，这200块奖金，我想捐给村里，买篮球架和乒乓球桌，给孩子们用。我爹最厉害，挂这儿，以后谁来咱家，第一眼就能看见。我看谁还敢说咱家闲话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孩子们有篮球打了，村里人看你眼神也不一样了。远洲，你现在是官方认可的人了，以后挖豹哥的人再想动你，就要顾虑一下了。这一步走得很对。来，敬咱家这个从2流子变联防队员的鬼东西，干杯！陆老板，豹哥进去了，但他背后的人是曹老虎。曹老虎在省城农贸市场有垄断渠道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是省城3家大型国营饭店的水产采购需求汇总，每年需要高端食材约20万元。如果你能拿下这个单子，你的规模就不是一个村办收购站了，是全县龙头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的供货量必须翻3倍，品控标准必须达到省级。另外，你得在省城设一个办事处，专门对接这些客户。我可以帮你牵线，但能不能成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赵经理，辛苦你大老远跑来，这些事儿我们慢慢商量，不急。陆老板，你考虑一下，这事儿不急，但机会不等人，我等你回话。条件很苛刻，供货量翻3倍，意味着我们的渔船要增加5条以上，人手要翻2番，投入太大，风险太高。但如果能做成，咱们就不是万元户了，是10万元户。20万1年，我的天，那是多少钱？你做主，不管怎么决定，家里这边我管好，孩子们有我，你不用分心。做，但不是现在。等渔场稳定了，等豹哥的事儿彻底平息了，等咱们在县里站稳了，机会不等人，但根基不稳就去抢机会，那是赌命。远洲，你一直没问过我，3娃的亲生父亲是谁？他是省城来的知青，他跟我说他会娶我，会带我回省城。后来他接到回城通知，他走了。我等了3年，后来他托人捎了一封信，他说他在省城已经结婚了，让我别等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问你吗？因为你是谁，3娃是谁的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是这个家的人，你和3娃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
谁要敢说三道四，我弟打赢。让他哭，有些事儿哭出来就好了。明天早上你起来煮一锅小米粥，放红糖，他爱吃那个。林红柳，老子找到你了，跟那个二六子跑了就以为没事了，你给老子回去，家里的猪圈还等着你收拾。你谁呀？老子管自家婆娘，关你屁事！你认错人了，这里没有你家婆娘，这里只有陆家的人。你再敢碰他一指头试试。那个人不会再来了，他不来最好，他要来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打不过的人。以前他在家里打我的时候，我躲都没地方躲，我跑了3次，被抓回去3次。后来他赌输了钱，把我当赌注押给了别人。要不是远州收留我和二丫，喝口热的，二丫不怕。以后谁再欺负你和你妈，咱们全家一起上。红朴姐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以前的事儿过去了，以后谁要欺负你，先过咱们这一关。他不是普通人，他做事的方式，我在省城见识过一些企业家都没他这么有条理。你在这里比我想象的好。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谎，我说我在这里过得不错，就是真的不错。你的山货和水产品品质已经达到了省级标准，我回去给你牵线。但丑话说在前面，要让我父母认可你，光有钱还不够。这份文件算我给你铺的第一块砖。明哲哥，我不会让雪宁在娘家抬不起头。等她回去的那天，她会比走的时候更体面。我想申请承包黑瞎子岭2000亩荒山，这是方案。我请示一下领导。陆远洲同志，你这方案用材林、林下药材、生态养殖、休闲采摘4大板块，承包期限30年，带动不低于50户农户就业。你自己出资，不占用财政，你哪里毕业的？我是陆家村的，没上过大学，但这些事儿我琢磨了很久。刘处，上次您点名表扬的陆远洲，现在要来承包黑瞎子岭，方案我看了，专业程度不亚于省里特铁组的报告。您看，让他来省里答辩，方案通过的话，我特批。陆远洲同志，你的方案我们看过了，很专业，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：2000亩荒山，你凭什么保证30年不荒？你死了怎么办？30年不荒靠的不是我，是靠体系。这个时间表不是跟我绑定的，是跟项目本身绑定的。我一倒下了，体系还在运转。至于我死了怎么办？我用材林已经种下去了，树比我活得长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给这个项目取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陆家岭生态林场，名字里有我的姓，也有那座山的名。我敢把名字刻上去，就是做好了用一辈子去经营的准备。评审通过，省农委特批陆远洲同志以每年2000元承包费，获得黑瞎子岭2000亩荒山30年承包权。你猜我今天在省农委碰见谁了？我那个妹夫，他一个人面对5个专家答辩，全场碾压。我跟你说过他不是普通农民，你还不信？左一点，左一点，再左一点，好，再试试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在自己村里看电视。远洲啊，你把这叫日子，我们这叫啥？这是我爹买的。前世纳斯达克的镁光灯，这一世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重新亮起来？沿海特区发展很快，咱们的山货和水产如果运到沿海，价格能翻好几倍，但需要冷链运输，投入很大。陆老板，以前的事儿是我豹子不长眼，这1万块算我的赔礼。咱们不打不相识，交个朋友。以后你的货往北走，我豹子的人给你当护卫，不要钱，只要一条省城的渠道，带我一起玩。钱不要，道歉我收了，但合作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诚心来的。我做的是正经生意，灰色地带的人碰正经生意，迟早会出事儿。到时候你进去了，我还得给你送牢饭，不如一开始就别沾。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大善意。你是对的，
但我身后的人不会这么想。曹老虎在省城有很多条腿，你断了他一条，他还有好几条，你保重。哥，他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所以咱们必须赶在他前面，把省城的渠道自己建起来。靠别人是靠山山倒，靠自己才是铁打的饭碗。从明天起，你的售货队再加10个人，品控标准再提1级。我要让咱们的货拿到省城去，谁也比不了。拆，我出钱。你全额捐的，第一检你来，让孩子们来。能不能换个名儿？我出钱不是为了挂名，让你挂名是为了以后有孩子问远州是谁，老师就能讲个故事，比教材好使。陆远州同志捐资兴建远州小学，解决了本村及周边4个村适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。经县教育局研究决定，将远州小学列为全县农村小学试点学校。从下个学期起，由县里统一调配公办教师。爹，今天老师让大家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爸爸，我写了你。你写了什么？我写我爸爸以前不好，但他变好了，他现在是全村最厉害的人，帮好多人找到了工作。我以后也要像他一样厉害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带他去那个什么纳斯达克敲门。雪宁无儿，你哥哥已将你的近况告知。7年来你音信全无，你母亲夜夜垂泪。听闻你如今在陆家村生活尚可，有良人相伴，复兴稍未。农历8月15，望携远州回家一句，父字。我爸从来没给我写过信，这是第1封。他一定是看了我哥带回去的资料，才决定写这封信的。去吧，7年了，该回去了。你是苏家的女儿，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血脉连着就是连着。你爸妈肯定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。穿上，回家不能丢咱的脸。我量了你那件旧外套的尺寸做的，应该合身。去，8月15正好是中秋节，一家人过节团圆是应该的。我和你一起去，孩子们也带上，让外公婆母看看外孙。大宝、2丫、3娃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你就是陆远州，坐。听说你是万元户，你知道万元户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的钱能不能持续？万元户只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靠打猎采山货的钱是横财，靠收购站的钱是生意，靠山林承包的钱是产业。我现在3样都在做，短期靠收购站稳定，中期靠渔场扩大规模，长期靠2000亩荒山做产业布局。3年之内，陆家岭生态林场的产出会超过收购站和渔场的总和。2000亩荒山承包30年，你凭什么保证不荒？你死了怎么办？苏叔叔，我去省里的时候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我的回答是树比我活着长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月亮圆了，我们来不是谈生意的，是回家团圆的。雪宁7年没见您和阿姨了，她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。晚上留下来吃饭，你阿姨做了红烧狮子头，雪宁小时候最爱吃这个。明哲上次去陆家村回来跟我详细说了你的情况，这份文件是他带回来的，但能不能拿下来看你自己。条件很苛刻，供货量要求极大，品质要求省级标准，账期3个月，这不是一个村办收购站能扛住的。能接，账期3个月可以接受，但首次供货量只能承诺招标要求的60%，不是我产能不够，是我要留出2用冗余，应对突发情况。你不是种地的出身，种地的人不这样算账。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生意的，生意不管在哪儿做，道理都一样，控制风险，留有余地，永远给自己留后路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，也不把命压在一张合同上。明天我带你去见农贸公司的高科长，他是我学生，能不能说服他，看你自己。陆老板，你的方案我看过了，这个条件你是第一个敢跟我这么谈的，别人都是巴不得把全部产能都写上去，你倒好，往回压。别人想的是中标，我想的是长期合作。我承诺的每一斤货都是真实产能能扛住的，做不到的事儿我不写在合同上。合同我让人重新起草。陆老板，欢迎你成为省城农贸公司第1家地市级山货水产特约供货商。远州，你记住，雪宁是我苏正清的女儿，她当年不告而别，我和她妈妈找了她7年，现在我们把她交给你，你要是让她受委屈，我这根拐杖不留情面。来，让爸好好看看你。瘦了，你妈给你炖了银耳羹，
在厨房锅里，你去盛一碗，也给他盛一碗，不能让他空着肚子走。陆老板，曹爷让我带句话，省城的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的。你在省农贸公司签的那份合同，曹爷要3成干股，不是跟你商量，是告诉你事。3成，曹老虎胃口不小，但我有个问题，这3成他是拿什么来换的？是提供渠道了，还是提供资金了，还是提供货源了？曹爷提供的是平安。你在省城做生意，没有曹爷点头，你的货车进不了城，你的货进不了仓库，你的客户拿不到你的货。回去告诉曹老虎，我陆远州的规矩是1毛钱不给。他在省城有渠道，我在省城有合同，他关系，我有品质。他能找人堵我的货车，我就找报社曝光；他能找人占我的仓库，我就直接在农贸市场摆摊零售。他封不住所有的路。陆老板，你是条汉子，但曹爷不是豹哥，豹哥是泥鳅，曹爷是鲨鱼，你保重。明生哥，别生气，这种人不值得生气。他们觉得靠拳头和关系能通吃一辈子，但我们做生意的知道，品质和信誉能赢一世。曹老虎的时代快过去了。这些信息你是从哪里挖出来的？3天时间，你比我们单位搞调研的人还专业。你到底以前是做什么的？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尽调，搞清楚你的竞争对手是谁，靠什么吃饭，命脉在哪里。曹老虎的致命弱点有2个：一，他的渠道根基不干净，经不起查；二，他的资产全部转移到了亲属名下，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这些产业不牢靠。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儿，耐心的等市场整顿的风吹到农贸这一块，他的渠道自然松动，那个时候我再出手，用品质和价格公平竞争，他就撑不住了。这个脑子不去省城当官可惜了。10几年了，好位置全攥在他手里，我们只能蹲墙角摆地摊儿。这回总算见着太阳了。品质按省级标准，价格比原供应商低1成，到货准时率写进合同，达不到了按天赔付。之前为什么没人敢报这个价？曹爷在的时候，价都是他定的。陆老板，2个核心区的供货权归你，合同按你说的签。曹老虎的渠道已经彻底散了，过去怕他的人现在全倒向你这边，但他人还在，你自己当心。我知道，他没了渠道就是拔了牙的蛇，咬不死人，但蛇还是蛇。我记着。这事儿办得利索，你当初说品质和信誉能赢一世，我没全信，现在我信了。明舍哥，省城的事儿暂时稳了，我得赶紧回村扩产，产能跟不上，合同就是废纸。正补到了，奏乐！远州哥，祝贺！你是咱陆家村的骄傲。今天全村吃席，陆远州请客，谁不来，谁是看不起咱村第一个省城供货商。赵叔，我什么时候说请客了？你现在说的。你不去接他？这么多人，不缺我一个。饭好了，去摆碗。拿着。二丫非要踩，天没亮就把我拽起来了。明明是妈妈自己说要多踩点，踩了半个山头。花不错，比你上次给我做的那双鞋好看。鞋怎么了？鞋底纳了3层。合同签了，签了，2个核心区，比我预估的快了3天。你哥帮了忙？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你答辩的时候把5个专家问的没话说。这是申报材料，省农业厅的乡镇企业试点政策，你的林场完全符合条件。抽空看一下。你毕业之后来公司当副总吧。我先毕业再说。饭做好了，清河姐今天多炒了4个菜，全是你爱吃的。来，咱村第一个打进省城的，干一碗！清河姐，你说他这1年怎么变的？不知道，也不想问。有时候想问问，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我一开始以为他又在演戏，每天等他露馅儿，等了3个月没等到，等到他把缝纫机搬回来，我就知道他不是演戏了。演戏的人不会记得我随口说的一句话。我那台缝纫机是我3年前跟他说过的，那时候他喝醉了，我随便提了一句，我没想到他记着。他上次跟我哥答辩的时候，我在门外听到一句，评审问他：“你死了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树比我活得长。”我当时就想，这个人不会回头了。一个想好身后事的人，是下了决心要把路走到底的。我们3个以前不认识，
现在在一个院子里搭伙过日子。说起来也奇怪，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怎么没吵过？上次你多放盐了，我跟你激了一下午。清河，这是给你的。这些年你扛着这个家，从没抱怨过一句。以后不用扛了，我扛。洪家，这是给你的。你手巧，不能只在家做衣裳，你的缝纫手艺值一个店。死鬼，你查了我的底，我做梦都想开个缝饰店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雪宁，这是给你的。你说过你只差1年就毕业了，现在你有了时间，有了条件，把那张毕业证拿回来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以前欠你们的，以后慢慢还。今年是第1个年，以后还有第2个、第3个、第100个。干杯！远州，县里来电话了，你被提名为全市10佳青年农民候选人了。甜的，是甜的。咱陆家村世世代代喝井水，井水里全是碱，烧出来的水都发黄。现在托远州的福，咱喝上自来水了。真是自来水啊！我活了73，没想过这辈子能用上自来水。远州那孩子小时候偷过我家的枣，长大了给咱通自来水，这枣没白偷。吃碗面，这是喜事儿。以前你考上大学没去成，现在补上了。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你不是一个人去，咱们全家送你。你好好读书，家里有我和红椒给你做的书包，比百货大楼卖的结实。你在省城背这个，谁问你就说这是你姐做的。谢谢你们。妈妈加油！三妈妈，红头神保佑你！我每次考试都扎这个，每次都考100分。好好读书，别丢咱家的脸。考不过来找我，我帮你打试卷。省城农贸公司的续约合同，他们愿意把供货量再翻1倍，单价上浮5%。另外，省农业厅在推动一个叫乡镇企业试点的新政策，你的陆家营生态农助场完全符合条件。我写了份申报材料，你看一下。县城的是清河的，省城的是雪宁的，村里的是红椒的。以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院子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。但有一条，逢年过节一个都不能少。大宝长大了想做什么？我要考大学，去纳斯达克敲煤。我作文里写的，老师说能行。我要开缝纫店，要开2家。我要像妈妈一样上大学，然后回来管渔场。我数学好。重回80，最赚的不是万贯家财，是把亏欠的人都留在了身边。